最近有位网友遇到了奇葩问题，他传了一个安装3寸螺旋桨的涵道式4轴遥控飞行器，也就是涵道穿越机。本来该机可以正常飞行，但网友为了减重增声，将螺旋桨涵道的内径扩大了5毫米，并换上纯口圆滑的轻质塑料涵道，然后去公园里显摆。结果该机无论悬停还是巡航，油门都推得比原先更大，且动作反应迟钝，像一只乏力的棉花虫。更可气的是，只是哼哼唧唧的飞了几个来回，竟发现后侧2个螺旋桨都在根部出现裂痕，这让网友十分疑惑，为什么减重后反而飞行更乏力，还会断桨呢？为此，我们需要还原网友的改造过程。这种穿越机的底板是碳纤维板切割而成，电子调速器、飞控和图传层叠安装，构成飞塔，连接图传和接收机天线及摄像头，以及4个马达就算齐活。但卖穿越机的老板既要保护螺旋桨，又要保护围观群众，还要保护飞塔和摄像头，以至于他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加一层碳板，让机身变成盒子。但这样碰撞时动能更大，无奈之下再装上厚实的筒形泡沫保护圈，于是成了死重量和转动惯量较大且抗风性较差的涵道机。但是其飞行安全又结实耐炸，反而深受玩家喜爱。如果去掉涵道观察，这种平头宽弦桨叶在转动中，上下表面的气压差会推动大量空气绕过桨尖，形成强劲的叶间涡流，使叶片的升力方向大幅后偏，将升力转化成了诱导阻力。因此，这种自由螺旋桨效率十分低下。但是现在有一个泡沫做的涵道，它的内壁距离叶间只有约2-3毫米，进气流在涵道内壁形成的边界层会将这一间隙封闭，从而阻隔了叶间涡流，使平头宽弦桨的诱导阻力大幅降低，力效和出力都显著提高，因此能部分弥补结构重量带来的性能损失。但是这个涵道机的主人并不想凑合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，居然硬生生将涵道整个扩孔，然后换上塑料涵道，导致改造后内孔比原先扩大了约5毫米。虽然减轻了一些重量，但涵道内壁厚度很薄的边界层已经无法密封内壁和叶间之间的空隙，宽大叶间制造的强劲涡流会扰动边界层分离，形成大量湍流并吸入桨盘。如此一来，不仅螺旋桨的诱导阻力又恢复如常，还因吸入湍流，致使桨盘拉力更小而阻力骤增。同时，涵道边界层的分离涡造成桨盘出现较强涡振，并发出涡噪。要维持出力，就只能大幅增加电机功率和螺旋桨转速，但这又使螺旋桨的力效进一步降低。于是穿越机有气无力地向前飞行。本来这样也能凑合，但我们发现水流由于粘性会贴着湖面运动，使大部分腹壁流动的水因粘性力牵拉，向着小球的侧方离去，使小球受到指向另一侧的反作用力。该力和水流对球面的动压以及球的重力达到3力平衡，让小球悬浮起来。因此，这个涵道机向前飞行时，由于螺旋桨的进气流场向前方偏移，部分气流也会贴着前侧的涵道纯口腹壁流动，纯口因气流偏转方向而获得撞击升力，并通过上下表面的流速差获得压差升力，这导致穿越机的升力中心前移，出现抬头力举，无法再维持中立的静稳定度，必须提高后桨转速，增大出力来维持前倾。此时前飞速度和涵道纯口的腹壁效应，使涵道内壁边界层流速更大，在桨盘处的湍流增强，使转速更高的后桨在吸入分离涡后颤振加剧，导致叶根在剧烈的涡振中断裂。这次改造说明，扩孔的作用是让螺旋桨阻力增大，出力减小，而换上塑料涵道的作用是让螺旋桨吸入的湍流加强，颤振加剧，二者合力达成了一次完美的反向升级。